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这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台湾的美债 ETF 以及债券 ETF 在11月份的除息懒人包。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美国的最新经济数据。首先，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 Core PCE 在10月31号的公布值是来到了 2.7%， 那这已经是连续2个月它的数值来到 2.7% 了。那我们来看这一张图，这张图其实已经显示出来，美国的核心通膨已经有停滞下降的趋势。那与此同时，美国的基准利率呢，经过了2次的调降，现在是来到了 4.5% 到 4.75%。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美国的通膨呢是已经开始停滞下降，甚至有点反弹的情况。但是美国的基准利率呢，依旧是持续调降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联准会官员他们现在对利率的看法又是如何呢？那我们就来看美国联准会官员的最新的一个态度。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位官员呢，他现在轮值是没有利率投票权的。那这位联准会的官员，他的名字叫做尼尔卡史卡利。那他在这一周呢是有进行公开讲话，他表示呢，目前尚难确定呢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还有他所组成的新国会，他们未来的政策到底是不是会落实的去进行推动。因为我们也知道川普他的一个竞选口号就有讲到他将会进行大幅的减税，那这部分的话呢，可能就会刺激到经济。那为什么他要等到川普上台之后准备落实新政策时才可以判断利率的政策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利率政策跟政府的政策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虽然联准会和美国政府呢，他们是隶属在不同的部门，他们是各自独立的运作，但在经济决策上面的话呢，这2个单位他们还是要互相的协调，才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那我这边直接假设一个未来的状况，假设川普上台之后呢，他跟联准会呢是有互相协调的。那川普呢，他想要刺激经济，所以呢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减税，而且呢也提出了非常多的产业的补助来刺激经济。那这本身的话呢，其实就是一种扩张性的政策。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川普政府跟联准会他们是有互相合作的，那联准会呢，他可能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的降息，因为呢川普的政策就已经刺激到了经济。那联准会呢，他就不需要降息来缓解高利率所产生的经济的压抑，这样就可以防止政府呢刺激经济，然后联准会呢又降息，导致经济过度宽松，然后呢使通胀再度上升的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他们2方是有互相合作的话呢，那一方呢有积极的做事，那另外一方就可以减少他们政策所需要调整的力度。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的新闻指出，川普当选之后呢，未来联准会可能不再降息。那这样的预期呢，就导致了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就大幅的飙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美国公债殖利率呢，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呢，像是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4.26%。那大选结束之后，到我拍片的现在呢，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了 4.43%， 上升了 0.17%。好，那前面是如果联准会的官员跟美国政府他们是有互相协调的状况之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如果联准会的官员跟美国政府完全就是各走各的，形成政策互打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这边直接举一个非常接近的例子那就是在美国的2022年到我们拍片的当下2024年美国政府其实跟联准会在某一方面其实有政策矛盾，而且是非常矛盾的一个情况。我们直接来看像是拜登政府呢，他有推出非常大规模的产业补助的计划，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而与此同时呢，在这一段期间拜登政府推出了这些产业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之后呢，那联准会呢也是在同时呢进行了大规模的升息。这2股政策的力量其实就是在对抗，会使得他们2个想要达成的目标呢都是事倍功半。那美国政府有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呢，他们有通过了晶片与科学法案，补助将近2800亿美金到哪一个产业？
到半导体产业，是不是？大家有听到吗？台积电被叫去美国那边去进行设厂，那这就是因为这个晶片与科学法案。然后呢，它就是为了想要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那第二个法案就是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虽然它叫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但是呢，它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补助，它补助了3700亿美金，投入到了新能源还有电动车的产业，是不是？大家都有知道嘛？电动车在过去这2年是非常的夯。那还有一个法案叫做基础建设法案，它即将要投入1.2万亿美金来建设基础设施，来推动就业。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美国联准会呢，他们是发现市场上现在真的是资金太多，导致了通货膨胀，所以呢他们升息来压抑经济。但是呢，美国政府呢，他却大力的去补助某一些产业，导致这些产业的资金过剩。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会推升通膨的。所以呢，美国政府在这边注入资金，联准会这边呢在压抑资金，这样子的话呢，两者就是没有做到非常好的沟通，就会导致通膨难以下降哦。那最终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就是美国的民众呢，他们的物价水准呢发现一直上升，而且呢那一种房贷、车贷的利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双方打击之下，就使得美国的一般民众就难以忍受。所以呢，这次的投票结果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啊。所以 Kevin 在这边的话呢，是非常希望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可以跟美国联准会不要形成一个对抗关系，他们应该要互相合作，才可以创造事半功倍的一个情况哦。你们这么久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最新的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对利率的预期。那现在最新的利率预期呢，在年底12月18号的时候呢，美国联准会应该还会再降息 0.25%， 将利率降到 4.25% 到 4.5%。那几率的话呢，大概是高达 70% 哦。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是认为，明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美国的联准会应该也只会在降息 0.25% 到 0.5% 之间，也就是它可能只降息1到2码。因为他们认为呢，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他会开始减税，那美国联准会的话呢，他们降息的幅度呢就不会这么的大哦。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你还想要持续做那一种降息所产生的债券的价差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要斟酌一下了。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像 Kevin 一样，我是直接去投资美国公债，然后呢持有到期。这样子的话呢，高利率的状况的话呢，我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因为我可以一直领到非常不错的利息。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呢？那我将影片呢放在上面这边，我教大家如何使用1000美金就可以购买美国公债。那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点击观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台湾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在11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这次在11月份除息的高评级公司债 ETF 呢，总共有5档。那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股价基本上是30块钱以及15块钱就可以买到了。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1263亿。那第二名的话呢，则是 00761B 的国泰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则是1011亿。那受益人数的话呢，也一样是 00772B 最多，它是来到了66884人。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2023年的内扣费用最多的是 00761B 的国泰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内扣费用是来到了 0.28%。那除息频率的话呢，有2档 ETF 是属于月配息的，分别是 00772B 跟 00942B。那其他 ETF 则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11月份的配息殖利率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61B 的国泰 A 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1.3%。那另外2档月配息的 ETF 呢，他们的11月份的殖利率呢，则是 0.4%。那累计4季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61B， 它则是来到了 5.2%。那填息天数我放在下面这一边，那填息天数越短的话，就代表这些 ETF 他们配息之后呢，他们资金回流的速度是更快的。那存续期间还有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边，那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行观看哦。那除息日期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落在11月18号。那11月18号就是礼拜一，有3档 ETF， 分别是 00761B、
0072B 跟 00841B。那有一档 ETF 是在11月15号就已经除息的，那是 00942B。那最后一档 ETF 则是在11月21号礼拜四的时候呢进行除息。那这档 ETF 是 00754B 的群益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湾的投资级公司债 ETF 在11月份的除息表。那总共呢有8档投资级的公司债 ETF， 以及3档非投资级别的公司债 ETF。那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也一样放在上面这边。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最低的是 00948B 跟 00953B。好，这2档 ETF 是今年才挂牌上市的。那他们的股价的话呢，基本上是10块钱左右就可以购买到了。那其他的 ETF 则是落在30块钱到40块钱之间。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2483亿。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671亿。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是来到了330582人。那第二名的则是 00948B 的中信优息投资级债 ETF， 它是来到了55629人。那内扣费用最优异的是 009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0.31%。那平均票息率的话，最高的是2档非头等债 ETF， 分别是 00945B 的 8.1% 以及 00953B 的 8.3%。那配息频率的话呢，基本上新创立的 ETF 都是属于月配息的，还有2档 ETF 是 00883B 跟 00740B， 他们是从季配息改成月配息的。那剩下的 ETF 的话呢，他们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 哦。那11月份的配息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75B 的星光头等债15加 ETF， 它是来到了 1.6%。那累积4季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头等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 6.4%。好，那填息天数跟存续期间我都放在下面这边，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观看。那收益平准金的话，除了2档 ETF 没有收益平准金之外，其他的 ETF 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保管银行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你可以自行观看。那除息日期的话呢，它们也基本都是落在11月18号。那有几档 ETF 比较不一样，那分别是 00775B， 它是落在11月20号，还有 00860B 跟 00937B， 它们是落在11月21号。那最后一档则是 00953B， 它则是在11月7号进行除息。好，那接下来则是台湾的各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在11月份的除息表。那总共呢有7档的金融债券 ETF， 以及5档的其他产业类型债券 ETF。那我也一样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股价的话呢，基本上是落在10块钱到50块钱之间。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也是破1000亿的规模。那第二名则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752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多的也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128014人。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73B 以及 00867B， 他们的内扣费用是0.29%。那平均票息率最优异的是 00846B 的富邦欧洲银行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那 00933B 的话，它则是来到 5.5%。那除息频率的部分， 00773B、00933B 以及 00958B 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其他的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11月份的配息殖利率最高的是 00844B 的星光15年 IG 金融债，它是来到了 1.7%。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它是来到了 5.6%。好，那填息天数、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边，那你有兴趣可以自己观看哦。那除息日期也是一样，基本上都是落在11月18号。那有2档 ETF 是在11月19号进行除息的，那分别是 00758B 跟 00759B。那11月20号除息的是 00844B 跟 00867B。那在11月21号进行除息的则是 00755B。那最后一档是11月26号进行除息的，它则是 00958B。
好，那最后的话呢，则是美国公债 ETF 在11月份的除息。那总共呢有2档美国公债 ETF， 那有一档 ETF 是 00847B， 它不太是属于美国公债 ETF， 但是呢它也是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 ETF， 所以呢我把它归类在这一边。那我一样，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股价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30块钱左右。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679B， 它是破3000亿台币的。那它受益人数也是最多的，是来到了401590人。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内扣费用则是来到了 0.15%。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847B， 它则是来到了 4.3%。那除息频率的话呢，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11月份的配息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95B， 它是来到了 1.3%。那它也是累积4季殖利率最高的，它累积4季殖利率是来到了 5.1%。那填息天数的话呢，也是它最优异。那存续期间还有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我也放在下面这边。那你有兴趣可以自己观看。那除息日期的话呢，都是落在11月18号哦。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那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自己下载咯。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分析报告，像是联准会的一个动态以及降息的趋势，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你可以直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只要我有更新，我都会用电子报第一时间寄给你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表超多的，我超讨厌接到这表了。好，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美